我网恋了的男朋友，他温柔听话又深情，日常给我花钱转账，还不忘备注自愿赠与。偏偏他始终不肯奔现，让我困惑不已。我设想过他也许长得丑，也许身患残疾。直到我误入恐怖世界，深夜的床上，我被恐怖 BOSS 压在身下，他的黑色触手在我身上游走，我的衣服也被他一件件剥离。我以为我会死，哭着给网恋对象发了分手短信。然而下一刻，恐怖 BOSS 身上传来叮咚一声，毛骨悚然中，我听到幽冷而又委屈的男声响起：“宝宝，我们刚奔现，你就要和我分手？”我和网恋的男朋友断联了，原因有点糟心，是我逼着他奔现。讲真的，这不能怪我，谁家网恋了1年，连男朋友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啊？起初我怀疑过是电信诈骗，偏偏沈凤梧经常给我送花、送奶茶、送护肤品，每到一个小节日，转账不是52000，就是131421。该死的，他竟然还不忘备注自愿赠与。如此网恋了1年，我一个靠着花呗度日的人，竟然也实现了发家致富。就这，沈凤梧还总是和我道歉：“对不起宝宝，都是我不好，暂时无法和你见面，但是宝宝，我真的很爱你，别人女朋友有的，你都会有。”我看着余额，眼泪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了出来，他给的实在太多了。好的我相信你。我承认我有些可耻，在金钱面前折了腰。可是久而久之，我动了真感情。除了缺乏现实陪伴，沈凤梧堪称完美，我慢慢长出了恋爱脑。然而我提了几次见面，都被沈凤梧拒绝了。拒绝过后，他可能是愧疚，给我更多的转账，甚至想要送我房子。可恶，差一点点就动摇了。我开始试探他，其实个子矮一点，长得丑一点，哪怕年纪老一点都没关系的。在我忐忑的时候，沈凤梧回我：“宝宝，我量了量自己，最少有1.95米呢。年纪是有一点点大，但是应该不丑，帅，有能耐胡说八道，你有能耐奔现啊？”我咬牙继续试探：“那你是不是受到过什么伤害，落下了什么残疾？”宝宝，我很厉害的，没人能够伤害到我。盯着这消息，我冷笑连连。所以呢，你到底有什么不能见光的？我忍无可忍，甩过去一段语音：“沈凤梧，我们谈了1年，你连语音和视频都没接过，这算什么恋爱？”沈凤梧见我生气，一边转账一边道歉。这一次我很有骨气点了退还，再次甩过去一段语音：“沈凤梧，你以为我是图你的钱吗？只要你是个人，我就非奔现不可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。”从来好脾气的沈凤梧罕见沉默了，上方聊天框上正在输入了半天，一个字也没发过来。我心脏一沉再沉，想到了一个最坏的猜测，他不会是结过婚吧？想到可能被小三，我狠心发送了最后一句：“沈凤梧，要么奔现，要么分手，你选吧。”我拿着分手威胁，逼着他奔现，结果沈凤梧就此断联了。我差点气哭，几次点开余额想要给他转回去，就此一刀两断。只可惜我无法狠下心，心想再等等，也许会有反转呢。没办法，他给的太多了，辗转难眠时，我突然接到了警局的传讯，曾经欺辱过我的人，诡异的全部一夜惨死，有的车祸，有的跳楼，有的溺水。警方整理死者资料时，意外发现了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全都认识我，还都欺辱过我。仇人惨死，我虽然不会幸灾乐祸，却也感叹老天有眼。只是事发突然，我被警方怀疑，也感觉到了荒唐。荒唐过后，我想起了断联的沈凤梧，心猛地一沉。他会不会也……我什么也顾不上，想要快点赶去警局。结果一开门，明明3月春的天，迎接我的却是漫天白雾。脑海一瞬空白，仿佛失去了意识。等到回过神，我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陌生的空地。环顾四周，大雾茫茫。我感觉右手发凉，低头一看，是个发光的白色手环。下意识摸了上去，弹出了几行小字：“玩家夏希雾，欢迎来到噩梦世界。当前所在副本洋娃娃 S 级困难模式，通关条件：躲避所有未知危险，成功存活到最后。注：玩家在游戏当中死亡，现实也会同步死亡，灵魂将永远困在恐怖世界。”最下方还有一行小字，最终解释全归恐怖世界所有。我傻眼了，发现手环是虚幻的，无法摘取下来。玩家是否开启直播？直播不抽取分成，打赏完全归玩家所有。这时候手环又弹出了一条消息：直播。我蹙眉，没有点选择，见他直接默认了取消。我又翻出了手机，发现信号断开，就连报警也行不通。此外，时间也静止了，显示晚上7点半。喂，发什么呆？不要浪费时间，找死呢！这时候，前方传来了一道女声。我循声望去，发现几步之遥站着2男4女。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直播上刷起了弹幕。这个女玩家是谁？好像突然多出来的。看了一下她的资料，竟然是个新人。这不是白白送人头吗？不好说，李默在呢。她这种小白花长相最符合李默的口味，后宫又要添人了。我强忍下了疑惑与惊慌，走到几人面前。2个男人里，其中一个穿着皮衣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笑眯眯伸出了手：“你好，我叫李默。既然进了同一个副本，
那就是缘分，过来吧，跟在我后面，我带你。他一说完，就有一个女孩不高兴了，抱紧了他的手臂。好啊，李默，你有了我们3姐妹还不够吗？我认出了她，是刚刚喊我的女孩。够，你看你默默跟我这么久了，还这么爱吃醋。李默风流一笑，双手搂住了3个女孩。再不进副本，等到大雾吞没这里，大家就一起死吧。这时候，余下的一个女孩冷冷出声，看样子她是和另一个穿着黑衣的男人一起的。她也打量了我一眼，进了副本，生死有命，别指望任何人。说完就和黑衣男人转身走向前方一处。我发现迷雾在悄然缩小范围，像极了现实世界的吃鸡游戏，再不避开是会死的。我无视李默的握手，跟在了前方一男一女后面。余光瞥见李默脸色一沉，冲我嘲讽般勾了勾唇。我家青青就是 cool girl， 好想和她贴贴。装什么清高？她不也跟着楚风，整天爱立大女主人设，抱走我家李默，她扎得明明白白，就想给全天下女孩一个家。满屏的互对弹幕，突然有人花钱飘屏，别吵了，大家蹲守这个副本，重点不是为了一睹大 boss 的盛世美颜吗？管他李默还是楚风，人间极品大 boss 一出，秒杀一切凡夫俗子。我看过一些小说，确认自己进入了无限流世界。尽管荒谬，我也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接受了事实。周围一片白茫茫，像极了冬天的大雾。往前走了没几步，大雾散去的尽头，出现了一家古老的酒店。酒店经年未修，外面墙上开始掉漆，斑驳的红一块白一块，颇有一点触目惊心。此时大门敞开着，里面灯光明亮。走进酒店时，我才发现大堂坐满了一桌桌客人，他们一个个手拿刀叉，在空盘子上戳来戳去。听到有人来，他们抬头看向我们，眼神染上了猩红的贪婪，宛如在看着待宰的羔羊，甚至有人嘴角流出了咸水。我只觉身上一冷，起了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。这群人虽然披着人皮，但是皮下是什么怪物，犹未可知。砰的一声，身后大门猛地关上，我心脏颤了颤，不待喘口气，就又是砰的一声，眼前飞过一抹小小身影，是个小女孩，宛如一块破布，重重摔在了墙角。她穿着脏兮兮的小裙子，整个人被打得快死了，童声虚弱的求饶：“爸爸，不要打我。”而在她的怀里，则是一个同款脏兮兮的洋娃娃。说完，她抬起头，望向我们的方向，眼底流出了血泪：“哥哥姐姐，帮帮我，我不想死。”见到这一幕，我脸色止不住一白，潜藏多年的不堪回忆被勾起。默哥，是洋娃娃。这时候，苏默默拉了一下李默，指了指小女孩。无人回应小女孩的求救，我也闭上眼睛，偏头移开了视线。下一刻，老板走了出来：“赔钱货，你给老子闭嘴！”老板满脸肥肉，凶神恶煞，就冲着小女孩踢了一脚。一息间，我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响，小女孩安静了下来。是昏了还是死了？我不敢去看，死死攥紧了双手。尊贵的几位客人，欢迎你们远道而来，请出示一下身份证，我好为你们登记。老板一转头，面对我们时，挤出了热情而又讨好的笑，脸上肥肉堆积在了一起，宛如一块白花花的猪肉，令人心生恶心。我观察着李默几人，见他们点开手环，取出了一张邀请函。李默取完，扭头看向我：“夏希雾，好美的名字，人如其名，原来你是个新人。你要是不会，我可以教你。”他是新人。他身旁的苏默默眼神轻蔑地看向我，看来 bug 还没修复好。前几天也有一批新人误入 S 级副本，还好死不死落在大 boss 手上，一夜就团灭了。不知怎么，我听到这一讯息，突然联想起了警局的电话。欺辱过我的那些人，就是在前几天一夜惨死。默默，别吓他，大家都是从新人过来的。希雾，你应该不会操作手环，我来教你。李默笑吟吟走到我身后，想要环住我操作手环。我连忙避开，按照观察的步骤，成功取出了邀请函。谢谢李先生，不用了。他舔了舔薄唇，视线长久落在我身上。无妨，你总有不会的地方，需要我手把手教的。我被由到了啊！没有理会他，我目送老板拿着邀请函恭恭敬敬上楼。酒店是旋转楼梯，一圈一圈缠绕往上，仰头看过去，仿佛一个漩涡。老板的身影渐渐缩小，消失在了顶楼。也就1分钟左右，突然老板就直直飞到了半空，然后重重落下来，不偏不倚，砸在了我身旁不远处。他像是一团肉饼，鲜血在他身下散开，竟然是漆黑的颜色。这一变故，不只是玩家们一愣，就连盯着我们磨刀霍霍的客人们也一一噤声，望着顶楼噤若寒蝉。弹幕热闹了起来，看吧，就连大 boss 也厌恶家暴男，真是帅在我心巴上。那什么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大 boss 好像心情不好，他很少会对新人玩家出手啊？不都说出 bug 了吗？要怪就怪那几个新人玩家倒霉，还赶上大 boss 心情不好，搞笑呢。大 boss 又没有人类的感情。妹妹背着洋娃娃去到花园来看花，娃娃哭了叫妈妈，树上小鸟笑哈哈。不期然，本该昏死的小女孩从地上爬起，蹦蹦跳跳跑到了我们身前，嘴里哼唱着童谣。经过我时，她诡异地停顿一下，回头歪了歪小脑袋，沾满血泪的脸上绽放了一个大大笑容，
姐姐，你好漂亮，愿意做我的洋娃娃吗？嘻嘻嘻，该死的赔钱货，等着老子收拾你！我心惊肉跳，还没反应过来，老板竟然也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带着一身滴滴答答的黑色鲜血，阴沉沉对着我们开口，身份验证通过，这就给尊贵的客人们上菜。不明是错觉还是怎么，我察觉老板的目光在我身上时多停留了1秒，顶着大堂客人们吃人的眼神，我们7个玩家坐了一桌，李默和苏默默在内的3个女孩窃窃私语着什么，余下的女孩一脸冷漠，她身边的黑衣男人同样一言不发。等到老板推着饭菜过来，玩家们都流露出了警惕与防备的眼神。尊贵的客人们，这是本店的招牌菜，每个人都要乖乖吃光哦，吃不完浪费是会有惩罚的哦。那些菜黏糊糊的，仿佛是做坏了，又仿佛是放久了，闻着就一股腥臭味。这就算了，我分明看到老板一边上菜一边身上有黑色鲜血滴了进去。我本来就想吐，看到这一幕就更想吐了。其他玩家们也一样面如土色。可是下一刻我愣住了，其他玩家们也愣住了，因为放在我面前的菜是正常的，不仅正常，还用精致的小碟子盛着，4个小菜1个汤，搭配1碗米饭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而且我注意到老板拿出了干净的抹布，特别小心的上菜，唯恐弄脏了破坏我的食欲般。弹幕上也炸开了，这是新人福利？不是，恐怖世界什么时候也懂做人了？同样是新人误入 S 级副本，那些男人被虐杀团灭，这个女人就被精心照顾，也太双标了。给新人这种福利也太鸡肋了吧。饭菜是很恶心，可是吃了也不会死，后面危险重重，他还是难逃一死。凭什么他被优待？苏默默沉不住气，指着我质问老板。对我小心翼翼的老板转动着流血的眼珠，死死盯着他。苏默默脸色一白，不敢再开口了。接下来的用餐，除了我以外，其他2男4女几乎是一边忍吐一边硬吃。吃到最后，他们一个个瞪着我，或多或少产生了怨念。尊贵的客人们，相信你们已经吃饱了。很遗憾，我们酒店食材不够，全部用来招待了你们。其他客人们一直饿着，老板搓着苍蝇手，嘴巴流出了混合着黑色鲜血的咸水，还请你们发发善心，留下一个人帮我找找食材，喂饱其他客人们。此言一出，周围等待已久的大堂客人们纷纷眼睛变红，兴奋地拿着刀叉戳来戳去，发出刺耳聒噪的声音。我心脏一缩，猜到了食材的意思，躲避所有未知危险，成功存活到最后，这个副本要开始杀人了。我是新人，又孤身作战，留下来的必然是我。留下他。果然，苏默默推了我一把，我踉跄着后退，整个人孤立无援。只有和黑衣男人在一起的女孩看着我欲言又止。李默双手环臂，居高临下睨着我，夏小姐，我主动示好，想要教你，只可惜你的清高害死了你。说话间，大堂客人们等不及，蓦地一个个起身，朝着我逼近。刺眼的灯光照耀下，他们一个个人影扭曲，俨然开始脱下人皮。不知怎么，老板看见这一幕，眼底闪过了一抹惊恐。我不知道老板在惊恐什么，脚下不断后退，最终退到了墙角。等等，不期然，黑衣男人身边的女孩一边开口一边点开手环，似乎想要做些什么。也是同一时间，灯光忽然全灭，整个酒店陷入了黑暗。咚咚咚，我听到一道道重物落地声响起，那些逼近我的客人们被什么甩飞，顷刻就消失得干净。然后我感觉脖子上一凉，像是被什么亲吻了一下，同时好像有一双双冰冷的手指落在了我的脸上、胸口、腰肢，进行着细细的抚摸。我感觉自己在被亵玩，可是抬手去抓，却是抓了个空。是鬼还是未知生物？黑暗放大了其他感官，我浑身汗毛几乎要炸，甚至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这场亵玩没有维持太久，随着我耳垂一凉，像是又被亲吻了一下。等我回过神，灯光已经大亮，然后我看到了震惊呕吐的一幕。那个名为苏默默的女孩死在了大堂中央，身体被撕成了一小块一小块，空气之中满是血腥味。天啊，死的怎么是李默后宫的人？副本才刚刚开始啊！刚刚发生了什么？黑屏了，我什么也没看到。死的不该是新人才对吗？你们确定他是新人吗？他要是新人，从开始到现在为什么能不哭不闹？这不符合新人的表现。大堂客人们摔在四处，见到苏默默的尸体，猛地扑了上去。在这深夜，他们享受着美味的大餐，进行了一场死亡狂欢。默默姐，李默队伍其他2个女孩吓得哭了出来。默默姐怎么会死？怎么会这样？默默，这时候我发现李默也有异样，他竟然失去了一只手臂。他看完苏默默，在手臂滴答滴答淌着鲜血之时，突然眼神阴雾转向了我。夏希雾，是你？你这个贱人装新人，你是不是用了道具？你让默默替你死了，还砍了我一条手臂。我垂下眼帘，知道他误解了。我是纯新人，连道具都是第一次听说。不过吗？我淡淡的说，是我如何，不是我又如何？是你们先想杀我的。现在的事实是，苏默默死了，李默断了一只手臂，他们多半不会放过我的。既如此，我只能将计就计，假装自己不是新人，身上还有道具。唯有这样，李默一行人才会出于忌惮，
不敢轻易对我出手。现在食材足够了，谢谢尊贵的客人们帮忙。老板走了过来，笑眯眯一说，因为被从顶楼砸下，面容出现了裂痕，有种说不出的恐怖。现在请大家上楼休息，切记9点之后禁止出门哦。随着他的话落，大堂灯光关闭，只剩下了咀嚼骨肉的声响。通往楼上的楼梯亮着一盏盏灯，明亮而又温暖。向上是人间，向下是地狱。我脑海里想起了这句话，扶着楼梯往上。选择房间时，李默特地等着黑衣男人和另一个女孩选完了房间，这才凭空取出了一副塔罗牌。他先为自己选择了房间，又为他的2个女伴选择了房间。最后一间是你的。李默恶狠狠盯着我，断掉的胳膊不明用了什么道具，已经止住了血。我瞥过了他手上的塔罗牌，那是一张魔鬼牌，预示着大凶之兆。可是我没得选择，走进了那间门。莫哥，你选的确定准确吗？进这个副本的时候，你给默默姐算过，她不会死的。跟着李默的2个女孩忧心忡忡询问。放心，相信我，如果今夜死人，死的一定是他。李默匆匆一说，神色隐有不耐。我置若罔闻，拧开了房门。恶心与恐惧并存，我一进去就吐了个天昏地暗。吐完，我爬上了床，拿出了手机，翻看了我和沈凤梧的聊天记录。不出意外，我就要死了。没人不怕死亡，我之所以全程不哭不闹，主要是性格使然。在陌生人面前，我习惯了情绪内敛。临死前，要说遗憾，也就是沈凤梧这段唯一的网恋到底没有奔现。没有奔现也好，最起码我可以保留幻想，幻想他是完美无缺的恋人。按理说，置身恐怖世界，随时还会死去，我应该睡不着。偏偏我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依稀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茫茫白雾之中，遥遥出现一个男人。他眉清目冷，宛如古人一般，有着长长的黑发，双眼一望不见底，令人心生畏惧。明明我不认识他的，可是在他张开双手，冲着我微微一笑时，我控制不住跑向他，扑入了他的怀抱，听着他嗓音清冷，宛如一捧雪。宝宝，欢迎来到我的世界。呜，我怕。莫名的，我感受到了安全感，埋在他的胸口诉苦。然而下一刻，我发现他长长的黑发像有生命一样，铺天盖地席卷了我，紧紧把我缠绕。一时间，我有些冷，忍不住伸手想要推开他，结果发现触感十分真实。这时候，我又听到了一首童谣，在这寂静的深夜，熟悉而又让人头皮发麻。妹妹背着洋娃娃走到花园来看花，娃娃哭了叫妈妈，树上小鸟笑哈哈，唱着唱着，童声尖锐的一转，变成了恐怖的歌词。娃娃呀，娃娃为什么哭呢？是不是想起了妈妈的话？娃娃呀，娃娃不要再哭了，有什么心事就对我说吧，救命啊！配合着恐怖童谣，外面响起了一道女声，应该是李默的女伴之一。她到处拍打着房门，用力而又拼命。默哥开门，救救我！开门啊！然而李默聋了一般，没有半点回应。他不得已又来到我门前，声音凄厉不已：夏小姐，求你救救我！夏小姐，我知道你有道具，你发慈悲救救我！他话音未落，小女孩的童声响起：姐姐，你看见我的洋娃娃了吗？我的洋娃娃不见了。小女孩咯咯笑了起来，又问她：姐姐，你头皮好漂亮，给我做洋娃娃好不好呀？预料中的惨叫声响起，很快又归于沉寂，然后是什么被拖走的声音。我心脏疯狂跳动，慢慢恢复了意识。不是因为门外的惨剧，而是我的房内缭绕着茫茫大雾。透过雾气，隐隐可见一道人影漂浮在我的上方。我的床在窗边，透过微弱的亮光，我窥见了错愕的一幕。我的床上竟然长出了玫瑰花，玫瑰花铺满了床，无刺不会伤到我，无风却在摇曳生姿。这时候，我被一根黑色的不明物体卷住了腰，缓缓拉坐了起来。不要，我张口想喊，却被什么堵住了嘴巴。那东西缠着我的舌头，深入一下一下刺着。尽管未经人事，我也不是什么不懂，这种色情的动作让我联想起了男女暧昧的缱绻。待我看清那是会动的一个个黑色触手时，瞬间瞪大了眼睛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那些黑色触手调皮而又灵活，有的在拉我的拉链，有的在亲吻我的小腿，还有的竟然要往我身下钻。我又羞耻又害怕极了，控制不住流出了生理性的泪水。泪水滴在了黑色触手上，不明白是错觉还是怎么，所有黑色触手微微一僵，一动不动了。转眼间，嘴巴当中的黑色触手悄悄退了出来，像是做错事情的孩子，在我面前一摇一晃的。嗨嗨，在我偏头咳嗽时，那根黑色触手通了人性一般，轻轻摸了摸我的头。如果不是清楚这是怪物，我真会以为他是在安抚我。我想，我真的就要死了，被这些黑色触手撕裂而死。我这一生，幼年活得凄苦，长大活得枯燥，到死了，想起的还是沈凤梧，我网恋的男朋友。他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。那些欺辱我的人，应该是进入了恐怖世界，才会在现实世界死亡。那么沈凤梧呢？他断联了，是不是也进了恐怖世界？我不知道他是生是死。于是费力找到手机，虽然清楚没有信号，但还是忍不住想，也许呢？也许我死之后，回到现实世界时，手机就会自动发送。我无牵无挂，
只念着一个沈凤舞。如果他死了，我现在也算是去陪他，黄泉路上再奔现吧。如果他活着，就别给他留什么念想了吧。我艰难地打字，因为担心随时会死，几乎不加思考。沈凤舞，我受够了你的遮遮掩掩，分手吧。沈凤舞，不用奔现了，你也别再找我，就直接互删好友。你个恶心的怪东西，我不想见到你。沈凤舞，老实告诉你，我对你没有感情，一直只是图你的钱。我马上要结婚了，不许打扰我。发完伤人的信息，我安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。死亡的恐惧外加分手的难过，让我眼泪越掉越多。饶是这样，我还是不忘对着看不清的怪物开口：怪物先生，我很怕疼，杀我快一点可以吗？我还没问完，房间里突然就响起了叮咚叮咚叮咚的提示音，诡异又突兀，是从怪物身上传来的。因为太过巧合，我愣了一愣，再次点开手机，发现明明没有信号，信息竟然发送成功了。几乎同一时间，白雾开始退散，满床盛开的玫瑰花一下枯萎，凋谢了一床的花瓣。毛骨悚然当中，我若有所感一般，浑身汗毛炸开。拨开重重迷雾，我窥见了怪物的模样，也听到了他幽冷而又委屈的一声：宝宝，我们刚奔现，你就要和我分手？恶心的怪东西！我就知道宝宝会嫌弃我，我会见光死的。我大脑一下子宕机，什么也思考不了了。雾中现身的男人年轻俊美，上半身不着寸缕，胸肌与腹肌并存，很是勾人心动。往下雾气缭绕，无法窥探清楚，只知道那些黑色触手就是源于他的下半身。宝宝，我不是不肯奔现，我尝试过了，进不去你的世界。他悬浮在半空，一边说着，一边小心翼翼靠近我，带来淡淡潮凉的气息。明明他声音堪比碎玉，有种说不出的好听。他说的每一个字，意思也表达得明明白白。偏偏我恐惧又茫然，除了不可置信还是不可置信。宝宝，你摸摸看，我不老不丑不残疾，你图钱没关系，我刚好有钱，全都可以给你。见我不说话，男人又控制黑色触手抓着我的手，朝他赤裸的上半身摸去。宝宝，好摸吗？你说过你喜欢腹肌，我都有的。我被迫摸着摸着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该死的，他身材真好，手感好棒啊！可是他是怪物，不是人啊！呜！宝宝，你摸得我好舒服啊！我也想摸摸你。听到男人这一声，我连忙回神，发现他不仅红了脸，还隐隐流露出了兴奋的神情。下一刻，他身下蔓延出了更多的黑色触手，冲着我花枝乱颤，仿佛想要把我吞没。别摸我！我艰难出声阻止，声音已经嘶哑。因为我的拒绝，男人一脸难耐，语气染上无辜的委屈。宝宝，你是不是怕生啊？我一言难尽，苦涩点点头。对，我社恐，我们一点一点来。好，我听宝宝的。他乖乖听话，和网上聊天时一模一样。到这一刻，我才不得不认清现实。眼前这个半人半触手的怪物，他真的是沈凤舞，就是我的网恋男朋友。饶是如此，我依然不死心，尝试着唤了一声吴吴。他立刻充满热情地压了下来，把我完全困住。宝宝是我是你的吴吴。吴吴，这一刻我真想挖个深坑，把自己深深埋起来。我真傻，真的，我不该逼着沈凤舞奔现的，也不该对他的要求是个人就行。谁能想到呢？他满足了我所有的幻想，竟然在种族上出了错。宝宝，你和我想象当中一样好看。沈凤舞低头凑近我的脖子，不是闻闻就是亲亲，然后还舔舔。他薄唇太凉，我不由打了个寒战。至于那些黑色触手，则是秘密缠绕着我，像是好不容易获得了心爱的玩具，这里吸吸那里蹭蹭，怎么都玩不够。你也和我想象当中一样特别。我硬着头皮的敷衍，思绪乱糟糟的，身上的衣服早就被一一剥离，只剩下了贴紧内衣。沈凤舞仍是不放过，一副打算深入占有我的模样。不要，走开，走开呀！我脸色一白，下意识推开了他，控制不住露出了排斥。我承认，我喜欢吴吴，我的网恋男朋友。我甚至想过，他只要是单身，哪怕老一点、丑一点、残一点，都可以尝试接受。可是这不包括他是一个怪物，更不包括和他第一次奔现，刚刚发现他是怪物，就要和他发生亲密的关系。我毫无准备，需要一点时间接受。宝宝，别害怕，我不做什么的，我只是喜欢宝宝身上的味道，想要多碰碰。被我推开的沈凤舞满脸无辜的解释，既然宝宝不喜欢，我就不碰宝宝了。他说到做到，那些黑色触手依依不舍离开了我身上。不知怎么，他们一离开我身上，就像霜打的茄子一般，烟巴巴耷拉在那里，看起来有点可怜兮兮的。其实也没有不喜欢，我想我是疯了，竟然于心不忍吐出了这一句。果然，那些黑色触手能够听懂一般，瞬间一根根直棱了起来，冲着我跃跃欲试，随时就要卷土重来。我连忙改口，但是我第一次接触，还不太习惯，你们乖一点。宝宝，别理他们，我很乖。沈凤舞不满我的注意力被夺走，和我搭着话，宝宝，你不知道看到你的名字时我有多欢喜。闻言，我想起老板送的正常饭菜，也想起我被苏沫沫推出来要沦为牺牲品时骤然扭转的局势。是沈凤舞保护了我，应该是老板送邀请函时，他看到我的名字，发现了我的到来。
想到这里，我减少了一些恐惧。如果不是沈凤舞，我现在已经死了，还会被怪物们分食。我是个新人，没有半点依仗，他现在是我最大的依仗，无论是老板还是那些怪物们，明显都很怕他。有他在，我就能保住命，成功通关副本。可是我进入恐怖世界是他的手笔吗？如果是他的手笔，等到副本结束，我走得掉吗？宝宝，你要和谁结婚？猝不及防的，沈凤舞问了我这一句。我一愣，这是编造的谎言，完全是个误会。没谁，我是胡乱说的，我只和你谈过。避免激怒沈凤舞，我如实坦白。诚然，忽略身处恐怖世界，忽略他是大 boss， 再忽略他身下的黑色触手，他和网上如出一辙，表现得温柔听话深情。可是我清楚，这只是假象，他杀过无数玩家，我不敢赌，他一旦变脸，又会是什么样子？这时候，我又听着他恳求道：“宝宝，我们现在奔现了，是不是可以不分手了？”迎着他一脸期待，我张了张嘴，发出小小一声：“先不分手。”不待他再说什么，我佯装打了一个哈欠，我有点困了，可是这个地方我不太熟悉，感觉很危险，我会不会也死掉？宝宝，有我在，没人可以伤害你，睡吧。沈凤舞说着伸出手，指骨修长清瘦，漂亮的像是艺术品。在我屏息凝神下，她落在我敞开的衣服，亲手为我穿好。得到了她的保证，我略略安了心，躺下翻了个身，背对着她闭上了眼睛。满床凋零的玫瑰送来清雅的花香，我不是滋味的想着，如果沈凤舞是人多好啊！不可否认，它完全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，可惜宛如致命因素，沾上随时会丧命。痴痴守在女孩床边，看着她蜷缩成小小一团，沈凤舞一脸的贪恋。他知道女孩在装睡，耐心等她睡着，才悄然降落在了床上。宝宝，你很怕我，是不是？沈凤舞垂下睫羽，凤眸盛满了失落、难过、不安。在他的身下，黑色触手争先恐后涌出，想要触碰女孩，被他强行收回，低低警告一声：“他不喜欢你们，不要吓到他。”黑色触手一个个就又耷拉了下去，极不情愿消失，回到了沈凤舞体内。我醒来时，天色微微亮起，沈凤舞已经不在了。刚一坐起身，就发现床上凋零的玫瑰花再一次璀璨盛开。下意识，我伸手想摸，却又顿住了，最终选择了无视。洗漱过后，我离开了房间。外面走廊上，血腥味扑鼻，红色鲜血干涸，粘在老旧的木板上，诡异的十分契合。夏希雾，没想到啊，你是伪装的新人。耳畔突然响起一道女声，我看着一个女孩走近我，身后跟着黑衣男人。我叫陈青，他叫楚风，你不是新人早说啊，我差点浪费了道具救你。陈青语调有点冷，已经死了2个人，都是做了你的替死鬼，你还砍掉了李默一条胳膊，我和楚风明显不是你的对手，希望你找下一个替死鬼的时候能够手下留情一点。陈青说完就走，留下了楚风在原地。弹幕上一片静默，这昨夜死人了不奇怪，可是死的为什么不是夏希雾？李默塔罗牌推算准确度80%，算出的又是魔鬼牌，他怎么避开的呀？他应该是隐藏身份的超级大佬，可惜啊，他没开直播，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。我品着陈青说的话，一时无言以对。再看着没走的楚风，他深深打量了我一眼，第一次对我开口，夏小姐，青青没有恶意，他只是厌恶玩家杀人。话顿，他突然问了我一句，昨夜你是怎么从大 boss 手下逃生的？我一愣，楚风怎么知道的？传说大 boss 随着恐怖世界的形成诞生，它属于未知生物，是所有怪物的主宰。它通常在 SSS 副本游走，偶尔降临在 S 级副本，有它在的副本危险重重，相对应的，一旦通关，奖励同样丰厚。楚风简单一说，紧紧盯着我的眼睛，可是有一点致命，不能和大 boss 正面对上，必须完全绕开它，寻找其他通关模式。它轻易不会在玩家面前现身，一旦现身，玩家100%死亡，从不任何侥幸。弹幕上强烈赞同，没错，我家大 boss 就是一个人形杀器，从无例外。我懂了，楚风本命道具就是探测极致危险的怪物，他的意思是昨夜大 boss 找了夏希雾，这是大 boss 第一次手下留情吧？啊，希雾小姐姐，求求开直播，孩子就想看大 boss 一眼，5555。夏小姐，我感觉得出你应该是个新人，这是你的第一个副本，既如此，你接触了大 boss 以后，为什么还能活着？楚风带着试探，想要问出一个答案。我抿了抿唇，我说了，你也不会相信的。我总不能告诉他，沈凤舞这个恐怖世界大 boss 是我网恋的男朋友，我还使性子逼着人家奔现，不奔现就分手吧。结果奔现了，选择退缩的是我。我总不能告诉他，昨夜沈凤舞不仅不杀我，还抱着我亲亲抱抱蹭蹭吧。这时候，前面不远处，李默和他的女伴也出现了。你不愿意说，我也不多问，这是你的秘密。楚风没有逼问，只在擦肩而过的一瞬，提醒了我一声，苏默默是李默的青梅竹马，他报复心强，你拿苏默默做了替死鬼，小心保重。默哥，你昨夜为什么不救人？李默带来的3个女孩已经死了2个，只剩下蒋梅1个。闭嘴！李默阴沉训斥了蒋梅，然后死死盯着我。夏希雾，
我真是小瞧你了。我感受到了他的敌意，没有理会。很快的，老板推着一个小车，上面放满了各种餐点，停在了我面前。尊贵的客人，您看看想吃什么？如果全都不合口味，我再去更换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所有人看着老板对我一脸狗腿，神色不由复杂难辨。我知道这是沈凤梧吩咐的。网恋的时候，沈凤梧对我很好很好，我随口一句想吃什么，他马上就会找人送上门给我。可以说，除了见不到，他就是个完美恋人。我没什么胃口，对上老板脸上割裂的纹路，仿佛随时裂开掉落，更加影响了胃口。随手挑选了一点，用于填饱肚子，就见老板一脸如释重负退下。餐点还剩下一堆，其他人正要上前挑，老板一下变脸，剩下的客人们想吃什么，自己去厨房做。昨夜的食材还剩下一些骨头，也许你们可以熬汤喝。那些骨头应该是苏沫沫剩下的。所有人神色一变，担心触发危险，没人敢拦下老板，只能选择饿肚子。我知道了，下吸物的道具是可以控制副本怪物，让他们为他所用。蒋梅看了看我，突然冲着李默开口。瞬间，我感觉被一条毒蛇盯上，李默眼底流露出了贪婪的毒汁。走。最终，李默没做什么，带着蒋梅下楼了。下楼时，他们遇见了抱着洋娃娃的小女孩。经过了昨夜，在面对这个小女孩，谁也不敢掉以轻心。哥哥，我的洋娃娃好看吗？小女孩高高举起洋娃娃，展示给了李默和蒋梅。啊！蒋梅惨叫了一声，死死捂着嘴巴，浑身开始发抖。距离不远，我窥见了那一幕。与其说是洋娃娃，不如说是一个雪娃娃，娃娃头发不是头皮变成了真人的。此外，娃娃的身体只有骨架，是白森森的骨头搭建，骨头上还有血肉残留。这是2条人命缝制的洋娃娃，明显还没完工，也就证明副本还需要死人。李默也脸色难看，却又想到什么，忍耐着俯下身，指了指我的方向：“你这洋娃娃才制作了一半，还不够好看。哥哥觉得继续制作下去会更好看的。”哥哥说的对，那哥哥愿意做我的洋娃娃吗？他问的天真无邪，偏偏他亲手杀人剥皮过。哥哥是男人，不适合做洋娃娃。楼上的姐姐很漂亮，你应该选择她。小女孩仿佛觉得有道理，抱着洋娃娃上了楼。在李默恶毒的目光下，小女孩蹦蹦跳跳，经过了脸色发白的陈青，停在了我的面前。姐姐姐姐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她还没问完，我就冷淡的拒绝。沈凤梧是所有怪物的主宰，自然包括这个小女孩。昨夜李默推算了塔罗牌，死的人本该是我，结果沈凤梧出现了。一门之隔，小女孩在杀人，她不可能不知道我和沈凤梧在一起。小女孩不会杀我，不，她不是不会，而是不敢。在沈凤梧翻脸之前，我应该是安全的。姐姐，你真不好玩，都不哄哄人家。果然，小女孩扁了扁嘴巴，很是不开心。我要吃饭，你自己去玩吧。我一手端着饭菜，一手推开房门，小女孩委委屈屈，哦，那好吧。她像个小尾巴，想要跟我进去，却又顾忌什么，停在了门口，又问，那姐姐，你觉得我下一个应该找谁制作？随便，你开心就好。我不觉得我能够决定什么，就随口一回。而在一旁，无论是陈青与楚风，还是李默与蒋梅，一个个都目瞪口呆。弹幕也死寂了，我瞎了眼了，那是包皮女吧？她什么时候这么好脾气了？这可是 S 级困难模式副本，她就算不是新人，仗着有几个道具也太狂了。西雾小姐姐，你大意了呀！怪物一旦被玩家惹怒，道具会失效，很危险的。进入房间，关上门的一瞬间，我听到陈青紧绷的一声，楚风，时间流速变快了。晚上是未知危险频发期，这才第2天，刚进副本中期，也太古怪了。我放下餐点，感受到手机的震动，取出了手机查看。宝宝，餐点合不合胃口？是我亲手做的，宝宝，好想快点见你。你白天好好休息，我们晚上见。宝宝，不管是你的世界还是我的世界，我永远是你的55。时间流速，应该也是沈凤梧的手笔。他想要快点见我，就加速了时间，怎么看怎么像个恋爱脑。到了晚上，李默出现在了我门口，阴沉沉看向我，夏希雾，你和蒋梅换房间。默哥，要不别换了吧？蒋梅对李默开始不信任，毕竟死了2个同伴。我的推算不会出错，是他干扰了结果。李默忌惮我手上有道具，不敢强行硬来。我回头瞥了一眼床上长满的玫瑰花，径直关上了房门。我不换。说完，我就关上了房门。贴在门上，我模糊听到李默和蒋梅发生了争吵。你想找死，随便你。最终2人不欢而散。雾气弥漫时，我知道沈凤梧来了。这一次我没有上床，而是坐在了单人沙发上。雾气最浓时，男人从中现身，停在了我的面前。宝宝，你是在等我吗？经过短暂的白天，我尽量接受了现实，努力让自己冷静。只是再见沈凤梧，我还是愣住了。原因不是别的，而是黑色触手消失，化成了一双大长腿。我盯着那双腿，真的好长好长。沈凤梧没有骗我，他最少1.95米，高的需要我仰望。雾气与灯光交织，为他增添了一抹神秘的光晕。他走向我，
仿佛既定的命运，然后朝我俯下身。宝宝，我好想你，你想我了吗？我当然想他了，一整天都在想，却和他的想不是一个意思。你的那什么触手呢？我不和他对视，本来只是随口问了一句，不想不问还好，一问就有几根黑色触手马上出现，朝着我身上落下。宝宝，我以为你不喜欢他们，就先收起来了。你要是喜欢，我这就变回去。沈凤舞眸子亮晶晶，蠢蠢欲动，就要恢复原形。不要不要，你现在这样就挺好的。我连忙抓住调皮的黑色触手，不让他们在我身上乱动。然后我正要递给他，让他塞回身上，不想正要开口，我发现他脸红了。黑色触手灵活在我手上缠绕，沈凤舞嗓音也阴哑了下来。宝宝，你的手好小，抓得我好舒服。我不是，他现在穿着白衣黑裤，又有一头如墨长发，惊艳了我。偏偏他张口闭口宝宝，动不动一副发春的德性。沈凤舞，你赶紧把他们变回去。到底网恋了1年，我被他一直包容，下意识就训斥了一句。训斥完，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处境，略有一点懊恼。不想沈凤舞眸子更亮了，双手撑在了我沙发的两侧，高大的身形笼罩了我，透露着一股压迫感。宝宝，这才是你吗？我喜欢你对我凶。沈凤舞说着，抓过我手上的黑色触手，不顾他们的挣扎，强行就收回了体内。我抽了抽嘴角，感觉一个头两个大，恐怖世界的大 boss 喜欢被人凶的吗？再说了，他这话的意思，好像他脾气多差一样。网上总是凶你，是因为你给不了我陪伴，现在奔现了，你陪在我身边，我干嘛凶你？说到底，我总有一点小心翼翼，给自己留有余地。不想沈凤舞抓错了重点，伸手就一把抱起了我。由于存在很大的身高差，我被他抱在怀里，不像是女朋友，更像是女儿。却在下一刻，我听着他温情脉脉道：宝宝喜欢我陪着，那么以后我一直陪着宝宝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想也不想拒绝，气氛一下僵住了。我心跳加速，脸色白了一白，拼命想着怎么缓和气氛。实在是他的言下之意，想让我留在恐怖世界，深深吓到了我。和恐怖大 boss 谈恋爱，他现在喜欢我，当然没问题。可是这种喜欢是出于男女之情，还是怪物对待一个玩物？沈凤舞分得清吗？沈凤舞应该是不高兴了，抱着我的手臂紧了紧，突然问道：宝宝，你见到我是不是失望了？没有，我嗫嚅着，思绪有点乱。其实要想敷衍他，我可以信口拈来，可是不知怎么，我迟疑了。宝宝，我感觉得到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比起现实，你喜欢的是虚拟的我。听到他这句话，我有点心虚，又有点委屈。这也不能怪我，谁知道网上的他不是人呢？想起误入恐怖世界的契机，我也问了他一个问题：欺辱我的那群人惨死，是你做的吗？是，我亲手杀了他们。沈凤舞嗓音微凉，双手把我往上一拖，拖到了他的眼下。我看着他的凤眸，宛如漆黑的深渊一般，盛满了吞噬光明的黑暗，却又在不经意间闪烁着淡淡的紫。他垂下眼帘，和我对视之时，像极了神明俯瞰人间，对着渺小的凡人，欺辱过夏希雾的人都该死。我狠狠一怔，察觉到心脏飞快的乱跳。那么我呢？我闯入你的世界，是你做的吗？奔现以来，我第一次没有退缩，直视着他的眼睛。沈凤舞，你拉我进来，是要留下我陪你共沉沦的吗？宝宝，不是我做的。沈凤舞解释，有些吞吞吐吐，像极了撒谎。见状，我的心动按下了暂停，暗暗有点恼，竟然被他蛊惑了。我的选择该是回去，不该是留在恐怖世界。宝宝，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我，可是我很乖，我会很乖的。见我沉默了下来，沈凤舞有些慌乱，低头贴着我的额头。宝宝，你不要和我分手，我会对你好，我会一直对你好。他说着，选择了单手抱着我，然后放出了一些黑色触手。那些黑色触手在他另一只手上竟然汇聚在了一起，变成了一束花的形状。黑色的、妖冶的、诡异的一束花被他塞到了我的手上。宝宝，你不是喜欢花吗？我可以变花，什么形状都可以。他似乎是在告白，笨拙而又纯情。那些黑色触手比他还要热情，涌动在我的眼下，我竟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讨好2字。我应该害怕的，也应该厌恶的，可是事实上我不知所措。于是我没有接，松开了这束花，让它们跌落了下去。宝宝，你还是怕我，是不是？哪怕我说了我不会伤害你，你也无法相信。沈凤舞语气低落了下去，我心脏微微一抽。他放轻了声音，很小声问，那我们还网恋好不好？以后我们只在网上联系，你就把我当成你的无，世界并不相通，我只能发消息，不能语音、视频、电话。宝宝，我从前不是故意不接，现在正好不会太打扰你。他一个恐怖世界的主宰大 boss， 现在对着一个人类女孩求爱，卑微如尘。我有些错愕，他的言下之意是要送我回去，而不是强行留下我。我正要说什么，门外响起了嘈杂声。砰！我的房门碎掉，门外狼狈的陈青扶着受伤的楚风出现，小女孩随手拖着比他高一头的斧头步步逼近。他们明显使用了道具，才能破坏了我的门。夏希雾，求你救救我们，我通关的道具给你，
陈青还没说完，看清房内的一瞬，一下子失了声，弹幕彻底炸了。我看到了什么？是大 boss， 大 boss 又来杀西雾小姐姐了，也是，没有人是例外，没有人。楼上的，你要不再看看，大 boss 杀人随手就绝杀，结果现在抱着对方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我就看着沈凤舞一个偏头，面对我时的温柔、听话、深情，全部收敛了个干净。只见黑色触手一下射出，卷住了陈青和楚风的脖子，只是1秒的功夫，就拉到了前方的半空之中。陈青和楚风来不及挣扎，就窒息得满脸通红，一下昏死了。至于直播也被中断了。门外，小女孩倚着斧头，静静等着沈凤舞杀完丢给她，她好继续制作洋娃娃。只是沈凤舞或许顾忌我，低头看向了我，宝宝，别看。我也不想看，视线掠过楚风，扫了陈青一眼。想起昨夜，如果不是沈凤舞出手，她正要用道具救我，我无意识掐了掐手心，迟疑着没有开口。宝宝，你想放过他们吗？沈凤舞若有所感，单声提醒我，他们濒死之际强行闯入宝宝房间，是会连累宝宝丧命的。的确，沈凤舞说的有道理，今夜小女孩要杀的可能是陈青，也可能是楚风，也可能是2人一起。他们在最后关头选择了向我求救。求生是人的本能，但是如果没有沈凤舞，我必然是要陪葬的。不过陈青应该是误会了我有隐藏身份，觉得我有出手的能力。你放过他们会违反什么规则吗？我问道。细细算起来，陈青和楚风加一起也不及沈凤舞的。我的世界，我即规则。沈凤舞平静一说，黑色触手一甩，就把2人甩到了门外。眼前这一幕，我竟然有被他帅到了。恍然间，我感觉自己也像一个怪物。既然是姐姐朋友，我就换个人杀喽。小女孩小小只，拖着大大的斧头，显得有点呆萌。她踩过陈青和楚风，就要走向另一处，却又突然回眸，饶有兴致上下看着我。姐姐，你要留下来吗？遇见你之前 ，boss 很久没有笑过了。这什么烂梗啊！然而下一刻，沈凤舞放下了我，黑色触手1秒缠上了小女孩的脖子，收紧，离她远点，你吓到她了。boss， 夫人胆子看起来不小。小女孩小脑袋眼看快要被黑色触手扭掉，仍是一脸笑嘻嘻。你这次放她走，就彻底见不到她喽。她说完，竟然抬手抓着自己的头发，把自己的小脑袋从黑色触手上拿了下来。砰！瞬间，沈凤舞重重一边甩开小女孩，让她的头和身体分家，一边不忘腾出一根黑色触手，准确无误遮挡在了我的双眼上。只可惜我已经看到了，是有点吓人，不过被吓得多了，也就习惯了。boss 答应过我的，别忘了。一息间，小女孩找到了头，安在一起组装好，就又扛起了斧头。从前我也有个家，有天爸爸喝醉了，捡起了斧头走向妈妈。爸爸呀，爸爸砍了很多下。寂静的走廊响起了他哼唱的恐怖童谣。宝宝，明天就结束了，晚安。沈凤舞回过身，和我隔着一段距离。他明显想要回来抱我，却又胆怯了一般，停在原地不动了。最终，他落下了这一句，周围开始大雾弥漫，有些黑色触手蔓延了过来，眷恋般碰了碰我。沈凤舞，我想起之前和他未完的话题，心底做出了一个决定。我向前一步，正要阻止他离去，突然一阵困意侵袭，整个人倒了下去，逐渐失去了意识。一息间，我听到外面一道凄厉的女声惨叫：“救命啊！我不想死！李默，他要杀的是你，你放开我啊！”再醒来，时间流速更快了。外面寂静到极致，仿佛一夜之间，整座酒店失去了生机，止于空荡荡的死寂。走廊斑驳的地板上又被鲜血染红了一遍，看着触目惊心。酒店没有正常的食物，除了第一夜腥臭的食物，他们估计回去就吐了个干净。连续2天没有进食，陈青和楚风双双重伤，整整1天没有出门。在老板给我送食物时，我又见到了李默，他也饿了2天，脸色阴沉的充满戾气，浑身伤痕累累，比起初次见面时说不出的狼狈不堪。昨夜蒋梅死了，只剩下了他。我想起失去意识前，由于房门破碎，清晰听到了蒋梅的声音。可以推断，小女孩本来要杀李默，她闯到了蒋梅房内，让她代替牺牲。我接过食物就进了房内，彻底无视了李默。我没有胃口，哪怕这是沈凤舞亲手做的。回想昨夜，我心神不宁。本来想要好好谈谈继续和他网恋的这个事，我承认不想永远留在恐怖世界，但是我无法否认，在认清了沈凤舞是恐怖大 boss 后，依然产生了心动。就想着，也许这场恋爱不需要中断，可以一步一步来。结果呢，沈凤舞商量都不带商量，让我陷入了昏睡。好，嘴上说的好听，会对我很好很好，实际上我行我素，太气人了。随便吃了几口，我就躺在满是玫瑰的床上，随手点着一朵朵玫瑰，静静等着深夜降临。反正最后1天，时间流速飞快，偏偏我怎么也没想到，等来的不是沈凤舞，而是李默。我不知道他怎么出现在了我的房内，只知道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对我使用了道具。那是一根根晶莹剔透的丝线，和沈凤舞的黑色触手类似。不同的是，黑色触手对我温柔入骨，李默的丝线让我疼痛入骨。
丝线刺穿了我的骨头，李默失去了一只手臂，单手控制着丝线。他随手一动一动，我就被迫跟着他动，像极了一场牵丝戏。夏希雾，你不是爱装新人，整天一脸清高吗？你害我失去了3个心爱的女人，那就由你顶替他们吧。李默舔了舔嘴唇，朝着我走近。这是傀儡线 S 级稀有道具，任你有再大的能耐，沦为了我的傀儡，也要为我所用。以后你就乖乖做我的奴隶，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。现在给我脱衣服，等我占有了你，你身上的道具也全是我的了。他说完，转动手上丝线，我竟然不受控制抬手就要解开自己的衣服。看到这一幕，弹幕刷得飞快，真恶心，就会耍这种龌龊手段，说得这么深情，昨夜不还拿着奖没牺牲了？拜托啊，这可是恐怖世界，没点手段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这个夏希雾不也是大佬装萌新，活该翻车。希雾小姐姐2次在大 boss 手上活了下来，肯定可以脱身的。再不济让大 boss 出来和她相爱相杀也好。最后一个弹幕出来，所有人纷纷嘲笑他是不是日常磕 CP 磕傻了，却在下一刻浓墨骤然四起，夹杂着彻骨的寒意。那是大 boss 真的来了！靠，直播怎么又断掉了？李默发现了不对劲，敏感察觉到了危险，怎么会？还没入夜啊！他还没说完就惨叫了一声，另一只手臂也被砍断了，手心傀儡丝线跟着尽断，无数黑色触手落在他身上，戳出了一个又一个血洞，却又避开了致命部分，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，活生生被疼痛折磨。与此同时，我倒在了一个朝凉的怀抱，令人无比安心。是沈凤舞，她来了。宝宝，没事的，马上就不疼了。沈凤舞抱着我，伸出一根手指放在了我的嘴边，那些黑色触手也急急落在我身上，轻轻一下下抚摸着我，给予点点安抚。在我不解之下，我尝到了一点甜味，凉凉的很好喝，而且刚一喝下去就感觉不疼了，简直堪比灵丹妙药。这就算了，我好像一下成了瘾，还想要再喝，含住了沈凤舞的手指。沈凤舞再次红了脸，眼底有猩红与淡紫交织，形成了最华丽的色彩。宝宝，不能多喝，你承受不住的。他抽出了手指，我这才清醒了过来，然后意识到那是他流的血。因为李默的命令，我差点脱下了衣服，沈凤舞细细为我整理好。我一抬头，入目是他的侧颜，风华绝代。我情不自禁地解释，舞，他没有碰到我。出乎意料，沈凤舞没有说话，低头吻住了我的唇瓣，辗转摩挲了一番。哇，招惹我们夫人，你怎么敢的呢？我真是佩服你的勇气。小女孩蹲在李默跟前，一手抱着独家的洋娃娃，一手落在他的胸膛。昨天被你逃了，今天别想逃了哦。说话间，小女孩小手仿佛锋利的刀刃，慢慢没入里面，抓住了一颗心脏。在李默苟延残喘下，她抓住心脏拽了出来。李默一下子瞪大了双眼，死不瞑目，咽了气。在小女孩把心脏放进洋娃娃的胸口，完美制作好了洋娃娃的同时，沈凤舞离开了我的唇瓣，抱起我往外走。经过小女孩身边时，我听到她一声叹息，终于要结束了。我微微一怔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小女孩声音不再是童声，而是成熟的女声。一出房间，哪怕被沈凤舞抱着，我也感受到了周围在震动。整座酒店上下开始摇摇欲坠，陈清和楚风互相搀扶着，也从里面跌跌撞撞出来，脸上满是惊诧，副本这么快结束了。他们一偏头就窥见了我和沈凤舞，一下子失了声，不再发出一个字，连忙跌跌撞撞下楼。楼梯的尽头本该连接大堂，只是大堂被白雾占据，早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竟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漩涡。陈清和楚风抵达漩涡，随时等待着传送。这时候沈凤舞放下了我，示意我下楼。宝宝，你该回去了。夫人，可怜 boss 吧，他暗恋你好久了。恢复了成熟女生的小女孩，语气有一点慵懒。沈凤舞瞥了他一眼，他做了个闭嘴的姿势，小声嘟囔一语，长嘴不会用，活该追不到老婆。随后他打了个响指，老板突然出现了。他面露惊恐，和小女孩对视一眼，刚要开口求饶。嘘，爸爸，我不想听你虚假的求饶，太恶心了。小女孩一抬手，老板就不受控制弯腰，被迫把脖子送到了他的手心。他手掌一点一点收紧，老板就肉眼可见沦为了一捧灰。再然后他随手一扬，灰就落在了楼下，消散在了白雾里，再也不见了，亲爱的爸爸。做完这些，小女孩一回眸，和我对视一眼，突然微微一笑。瞬间，我脑海多了一幅画面。很多年前，这家酒店生意太差，随时面临倒闭，男人开始家暴妻子发泄。后来他失手打死妻子，深夜进行分尸时被年幼的女儿撞见，女儿认出了妈妈，哭着阻拦时被失去理智的男人砍掉了脑袋。再后来，女儿怨气凝聚，找全妈妈的尸首缝制成了一个洋娃娃，日夜带在身边，成就了这一副本的背景。副本开启多少遍，他和妈妈的悲惨就要上演多少遍。经年累月，他们不被放过。终于有一日，他窥见了大 boss 的秘密，奉献出了积攒的所有怨气，引来了一个女孩。女孩名叫夏希雾，她和大 boss 网恋，被大 boss 一直心心念念着。他所求
不过是大 boss 摧毁这个副本，结束他和妈妈重复的悲惨剧情。接收了这些，我一脸错愕，看向小女孩。我想，我终于明白，沈凤舞没有撒谎，误入恐怖世界确实不是她做的，只不过小女孩引我进来时，她可能是默许的。可以走了，漩涡完全形成。到了离开的时候，临走前，陈清脚步顿了一下，她不敢回头看向沈凤舞，只是朝我开口：“夏希雾，副本随时关闭，你快点下来，不然走不掉了。”我没有回应，偏头看向沈凤舞。我问她：“舞舞，你想留下我吗？”宝宝，你说过你缺乏安全感，我的世界给不了你安全感，你不属于这里。沈凤舞推着我，让我走下台阶。她身上探出了一些黑色触手，有一下没一下勾着我的腰肢，试图挽留我的离开。我往下走了几个台阶，想起了初相识。那时我阴差阳错加上了沈凤舞。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废号，把他当成树洞，诉说一些生活琐事。后来他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回复，像个结巴一样。我防备心重，担心他图谋不轨，就直白和他坦白自己非常的穷，不要浪费时间。不曾想他开始一言不合转钱，回复也慢慢变多，逐渐感情水到渠成。他说过他人生很无聊，一直在做无聊的事。他说过幸好遇见我，他的人生开始有了光。他还说只要我需要他，他永远不会离开我。蓦地我停下了脚步，抬手拍了一下脑门。夏希雾啊夏希雾，你是不是傻？他除了不是人还有缺点吗？没有，完美无缺。那你在扭捏什么？现实世界的男人倒是人，但是不乏很多人渣败类，错过了沈凤舞，你真的不会后悔吗？想到这里，我猛地身子一转，上前几步拉住了沈凤舞，带着她一起往下走。宝宝，沈凤舞，试试一起走吧。我拉着她，像是恶龙寻到了珍宝，非要一起带走不可。沈凤舞不可置信，很是手足无措，如墨长发散落胸前，黑色触手雀跃地在半空挥舞。宝宝，我好高兴，真的。你不怕我，要带我走，你还愿意要我。抵达了漩涡前，沈凤舞突然从后面抱住了我，那些黑色触手也一并缠绕了我。宝宝，对不起，我是个怪东西，让你奔现失望了。其实一开始就知道我留不住你的，我只是迟迟舍不下。宝宝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很满足了，真的，回去找个人结婚，忘了我吧。听着这些，我内心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恐慌。恍然间，我想起来，沈凤舞说过，她进不去我的世界。那我要留下来吗？留在这个恐怖世界，陪着她？我还没想好，身后就传来了一股推力，是沈凤舞，她坚定把我推向漩涡。呜，我明白了什么，反应过来，一把抓住她的黑色触手，把她也带进了漩涡。呜，我带走你了，明明我抓住了她，以为能够带走，正在高兴不已。不想下一刻，她仿佛镜子碎片一般，在我面前寸寸碎裂，又在漩涡外楼梯的尽头寸寸重新塑形，恢复了原样。呜，我伸出手，这一刻什么也顾不得，想要退回去。可是漩涡开始闭合，我只觉一阵天旋地转，沈凤舞的身影一点点变得模糊。最后一幕记忆是酒店开始扭曲坍塌，他站在台阶上遥遥注视着我，一袭白衣黑裤，身形高大修长，清冷而又寂寥，犹如神明站在云端，神圣不可侵犯。我听见他的最后一句，褪去了所有感情，止于决绝的告别，再见，夏希雾。玩家夏希雾，恭喜通关洋娃娃副本，奖励道具洋娃娃，效果自行探索，额外获得奖励恐怖 BOSS 的庇佑，效果未知。呜，我喊着他的名字回到了现实世界，发现还在自己家门口。我拿出手机，点开沈凤舞的对话框，气得戳下一个个字：沈凤舞，你竟敢推我！结果一发出去，出现了红色感叹号。我被沈凤舞拉黑了。秋夜微凉，有风缓缓吹过，让我打了个寒战。我久久盯着感叹号，突然蹲在地上痛哭出声。之后，生活宛如一潭死水，平静而又枯燥。我去了一趟警局，做了一个简单的笔录。警察经过调查，确认了那些人的死，虽然十分蹊跷，但是确实出自意外，和我毫无干系。深夜时，我总是会做梦，梦见男人长发如墨，凤眸淡紫缭绕，眉眼绝色如画，也梦见他身下无数的黑色触手缠绕在我身上，欢快而又亲密，快感一次次把我吞没。我尝试添加沈凤舞好友，始终无人通过。恍然间，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个梦，什么洋娃娃副本，什么恐怖世界大 BOSS， 全都是一场虚幻。直至这一夜，再次大雾四起，一个白色手环漂浮在了我眼前的半空中。